出玉令，看在你是灵族的份上，我可以不暴露你的行踪。看来玉令不在你身上。都到这种地方了，玉令一定藏在别的地方了吧？不是说不会帮我，生死自负吗？演戏而已，倒是没必要真死。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吗？演了这么大一出戏，故意将他放走，他真的会去找他的同伙吗？他存了死志，靠逼问是问不出什么的。如今他知道自己暴露了身份，既出不了城，又治不了伤，只能去找他未暴露的同伙，另寻机会把玉令送出去。你怎么知道他有同伙啊？掌门玉令所在之处是绝密，镜花宫内外又有层层防守，绝不可能这么轻易被偷。若不是素宁真贼喊捉贼，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：镜花宫内有人与这蛇灵里应外合。可有怀疑之人？眼下只能看虚月那边能否追上。一定要找机会把玉令带出去。我的伤怕是好不了了，你一定要帮阁主完成大业。这不仅仅是阁主的心愿，更是我们整个灵族的希望。你先撤。你想怎么样？是要把我召到镜花宫，还是剑灵寺？是威逼利诱，还是严刑拷打？我不会让你如愿的。是我无能，蛇灵死了，他的同伙也跑了，只带回了那蛇灵的灵丹。不会啊，至少你替我们证实了他是有同伴的。他们碰面时说了什么？蛇灵让他的同伙将玉令带出去，还提到了什么阁主，说是为了整个灵族。看我干什么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阁主，你们可有听闻过修仙阁？这是人界近些年兴起的一个神秘组织，他们行事诡秘，阁内人员身份莫测，从未有人真正找到过他们的踪迹。可这时间久了，总会有些消息流露出来。听闻若是想加入修仙阁，需烙上特殊印记，宣誓永远效忠。人族会印在体内灵台，而灵族就印在这灵丹之上。修仙阁，这名字听着倒是像与仙盟有仇的，所以修仙阁蛰伏多年，为的就是与暗族联手夺珠。你说这修仙阁会不会与出卖你的仙盟内奸是同一伙人？按那蛇灵所说，他们之所以会做这些事情，也是因为人族与灵族的矛盾。这事情若解决不好，只怕日后也不会太平。眼下先等高修士的消息吧，先寻回玉令，再计划下一步。无论如何，
混沌珠不能出世。怎么回事？叫什么名字？王正。给我仔细搜。是。搜，我来指示。是。你去那边。是。那蛇灵呢？搜索啊，仔细点。是。跑了。跑了？有你在，那蛇灵能跑？我在暗域受了重伤，灵力大损。若不是穆姑娘出手相救，只怕我早已命丧在蛇灵之手。是，刚才可凶险了，多亏有我。哼，早知道你们俩如此，我就不让你们俩查了。眼下确实有一件事情，需要高姑娘去查。什么事？公孙寝，过来，来，这都查了几百号人了，还剩多少个呀？只剩20来个了。啊，好吧。下一个。弟子何渠前日无事，早点就睡了，无人证明。我抓到你了！不是我，不是你呢？你紧张什么呀？你话都说不利索了。我这是口吃，宫中上下皆可证明。那也无人能证明你前夜的行踪呀。是你前夜陪他睡的？我是他妹妹，前日收到家中书信，说娘亲病重，所以才去找哥哥商讨此事。那昨晚呢？昨晚你们俩干什么了呀？我去厨房偷东西，想寄回家中，不料被发现，罚洗了一夜的碗。那你下去吧。是。也不是。下一个。弟子张云不是。昨夜至今日，不是。非法打扫前营。下一个。一直到今日。下一个。你管他师姐可以证明。公主，谢雪晨那边如何？在地暖阁闹出了些动静，盗玉令的蛇灵已死，但没有找到该找的。让人继续盯着。好。秋民那边呢？少公主召集了宫中所有弟子，正在一个个问询前夜至今日的所在。他这是怀疑宫中有内鬼。是，不过宫中弟子众多，动静着实大了些。是否要我去叫停？不必，就让他查。这镜花宫太久没有清理了，趁此机会扫干净也好。你去告诉秋明，让他挨个房间去搜，看看玉令到底何在。每个房间都要搜吗？这会不会让弟子们心里不舒服？不舒服？我不止搜房间，还要个个搜身。他们敢有什么不舒服吗？自是不敢，我这就去传达。在西，公主，你前夜至今日都在做什么？公主是怀疑我？怎么会？只是随口问问。在西前日研制药物遇到阻滞，夜间去了书阁查阅典籍，直到半夜听见宫中警报响起，方知有灵族盗玉令。赶到时，公主已将其打伤，
灵族已逃窜。昨日至今日，我一直在丹房炼药，半个时辰前才出来，得知少公主的动静。这些，看守书阁和丹房的弟子可以证明。我知道了，去吧。你在看什么？你的苍生？你来做什么？这里风大，我来给你送点驱寒药。我不应求。哦，那我自己喝。这酒不错啊。以前在暗域的时候，不见天日，虽有花草，但终日浸染在魔气当中，用它们酿出来的酒，也都带着毒。我们呐，常常是毒酒配着解药喝，明知危险，却还是抵不过心头那点欲望，趋之若鹜。现在好了，想怎么喝就怎么喝。听说前面最高的那座楼就是剑灵司，无数灵族的噩梦之地。若是没有剑灵司这种鬼地方，若是镜花城的城主不是素宁真，这里看着倒还挺像个人间仙境的。你今天为什么骗高秋明，说你打不过那蛇灵？我骗的不是他，你骗的是素宁真。不只是苏宁真，是整个仙盟。不知内奸是谁，只能先瞒着所有人。只有我示弱，对方才会觉得有机可乘。我们谢少宗主都学会骗人了，这算什么？敬魔者黑。是我带坏你了。不过，若是他们信以为真，真的来杀你怎么办？那便来。原来我们谢少宗主是这么自负的人啊。不过也是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所有阴谋诡计都没有用。有这么多可记的？你看你自己可能看习惯了，我看你可是新鲜的很。怎么？你好奇我是怎么写你的？要看吗？并不好奇。哦。坡傲娇。今日初九，公子该喝药了。好，一会儿就喝。映秀山庄退出仙盟已久，公子向来不爱管仙盟那帮人的事，为何这次要主动掺和进来？
是为了谢雪晨，还是为了那位故人？与其说是为了谁，还不如说是为了自己，想图个有趣。我无聊了这么些年，终于出现了有趣的人，又发生了些有趣的事。我也想看看这故事到底发展成什么结局。哎，对了，前夜你送人回镜花宫时，玉令就已经被盗了，是吗？是。那你见到素宁真时，有没有发现什么异样？当时镜花宫中正忙着搜查，我也问过苏宁真几句，知道了事情的大概便走了，未发现什么异常。公子是怀疑苏宁真？我们来这儿探查，明里暗里也闹出不小的动静，他没有半分阻挠，倒不像是他。我看苏公主的神情，那种恼怒也不似作假。说起异常，好像是有样东西不太对劲。镜花宫的每一个人我都问询过了，也都核实过了，没有发现可疑之人，而且我都仔细搜了身，查了房，也没有发现玉令。谢雪晨，你是不是猜错了呀？镜花宫根本就没有内奸。你确定镜花宫中每一个人都查了？我确定我每一个人都认认真真的查过了，我连在西长老都查了，除了我师父，我师父总不可能吧？还有一人，你可有查过？还有谁啊？崔婉婉。那夜我送崔婉婉回镜花宫时，曾拜会过苏公主。离去时，在殿外看到一片绿色钩叶。我对草木并不了解，之所以有印象，是因为那钩叶长得颇为奇特，而且周围也并没有见到钩叶树。我是好奇它从何而来，可那念头只是一闪而过，当时并未在意。那又如何？高修是在镜花城中长大，熟悉灵花草木，你应该比我们更清楚，镜花城中不生钩叶，所以它只能是来自城外。钩叶之上多生倒钩，极易粘在人的衣物之上。钩叶未摘下时是绿色，一旦摘下，2个时辰内变为褐色。方才风瑶所说，所见钩叶是绿色，这只能说明当夜有人从城外匆匆入城。就算有这片叶子，说不定是蛇灵落下的。我们查过，蛇灵是在4日前入城的。如果是他，钩叶早已变色，玉令所藏之处防护重重，仅凭的蛇灵根本不可能破开阵法，所以崔婉婉必须回来相助。高修士，你在城外遇袭不是偶然，而是早有预谋。你被暗族附身去了运手山庄，而崔婉婉则趁机潜回城中盗玉令，想要制造不在场证明，摆脱嫌疑。这些都是你们的一面之词，证据呢？那片叶子呢？都说了，风瑶当时没有在意，所以肯定没有将叶子带回来。再说，就算将叶子带回来，那叶子肯定也变色了，证明不了时间。你们都没有证据，就在这儿血口喷人。婉婉都已经入镜花宫10年了，这10年里一切都好好的，不可能是她的。你已亲自问询搜查，并且排除了其他所有可能，那么剩下的，即便再难以接受，也是真相。不会是他。如此坚信的理由是什么？我想相信。想相信？如今丢了玉令的是镜花宫，
少公主不想着赶紧寻回玉令，弥补镜花宫之过，反而打算用整个仙盟和人族的安危来赌一份义气，还真是慷他人之慨啊！我们几个在这里忙来忙去，是陪您玩啊。看来穆姑娘对高修士颇有敌意啊。是，我不喜欢他，一直都不喜欢。师姐，你来啦！怎么没开门你就知道是我？因为每次只有你才会那么敲门啊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呀，我刚刚去了一趟仙来客栈，回来的时候特地给你带的。哇，看着好好吃啊！你跟我说过，你小的时候吃了很多苦，长大以后最爱吃的就是甜食。谢谢师姐。对了，谢少城主，他们知道咱们什么都没查出来，没说什么吧？啊，他们说之前的调查方向有误，所以他们得再想想。真的很好吃啊。婉婉，你说勾结灵族盗玉令的，真的会是我们身边的人吗？他们有什么想要的，会是镜花宫给不了，非要背叛我们呢？师姐，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这世上的人原本就都是为自己而活的呀。那你也是吗？你心中也有所求？当然，谁心中都会有自己想要的嘛。像我就不想再吃苦了，我想一直都像现在这样，也不用多厉害，就普普通通当个修士，普普通通的过日子。还有，一直陪在师姐身边，看着师姐成为最厉害的人族女修，看师姐站上人族之巅。师姐，我怎么会那么快？婉婉，我自然是相信你的，可是我不能拿整个镜花宫和人族做赌注。婉婉，还好不是你。你好好睡一觉，睡醒了，一切都会如初的。找到了。走。严四，你立刻将玉灵带回去给阁主。那你呢？我现在还有任务，必须潜伏在这儿，不能暴露。待会我假装从城外回来，他们不会怀疑我。你快走，自己小心。什么人？竟敢来镜花宫盗玉令！
封锁全城，许进不许出。全城戒严排查灵族，守住所有药铺，获悉药物一律不得出售。是。找到了吗？没有。继续找。是。可是净化宫崔婉婉姑娘。姑娘莫怕，我等是受高修士之托前来相助的。我看你手受伤了，这里离净华城不远，不如我先送你回城医治。多谢。人死，计划一起，他也将成。我不会让你白死的。少公主，谢少城主来了。你们怎么来了？不会是来找那片叶子的吧？我已经仔细搜过了，没有。还有婉婉所住房间，我也搜查过了，没有玉灵。你们别再怀疑她了。我们此次前来，是来拜见苏公主的。不是，你们都没有证据，别在我师父那儿瞎说。师父他多疑，你们别害了婉婉。高修士多虑了。我们此次抓捕蛇灵，已然暴露了行踪，想在暗中查探已是不行。既如此，也不必藏了。我和虚月入城已经有些时间了，作为晚辈，也该来拜见苏公主才是。那你那个牙尖嘴利的表妹呢？还有那个女护卫呢？哦，他们在客栈护阵。护阵？护什么阵？蛇灵虽然已经自尽，可凤瑶留下了她的灵丹，在下便冥思苦想，突然想到古籍中记载一种阵法，叫速网，2个时辰便可起阵。到时把灵丹放到阵法当中，便可知道蛇灵生前的记忆。我们很快便可查出镜花宫的内奸是谁，他背后的人是谁，还有他们的计划，我们都可以知道得清清楚楚。高修士似乎不太高兴，你是担心阵法无效，还是怕真的查到谁？查到是谁就是谁，绝不姑息。出来吧。来都来了，何必蒙面呢？不如坦诚一些，以真面目示人，如何？你就算毁了这个阵法也没有用，只要蛇灵的灵丹还在，我们就可以重启第2个、第3个，别白费力气。我说你们啊，还真就是在外面看戏，一点忙都不帮，是吧？现金本就设在灵丹之上，自然要让他抢到灵丹才行。为什么是你？为什么？我说过，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的东西。你想要什么？我以前跟你说过我的身世吧，但那不是真的。你想听真的吗？在我很小的时候，
我的亲生父母就把我卖给了做采生蛇割勾当的人贩子。你知道什么是采生蛇割吗？你知道那有多残忍吗？你不知道，但是我的亲生父母知道。可他们还是把我给卖了，就为了换那几个铜钱，然后继续去赌。他们明明已经欠了那么多债，为什么仍然贪心不死，还想着一朝翻盘，从此大富大贵？不过好在，路鬼的2个侯灵将我救下，带回了他们的群居之所，将我养大。他们对我有恩，我也把他们当成了我真正的亲人。但有一天，几个受伤的人族修士路过此地，侯灵纯善，便将他们收留，还辛辛苦苦为他们寻找灵药，给他们疗伤。但就在那天夜里，他们布下了竹林阵，将所有的侯灵全部杀光，只是为了获取他们的灵丹回去领赏。师姐，你从小养尊处优，所有人都捧着你，让着你，你见过真正的人性吗？你知道人性有多卑劣，多经不起考验吗？真正的恶魔不在暗域，在人间。既然这个世界没有给灵族活路，那我就为他们寻一条新的路出来。你说寻一条新的路，就是跟暗域合作，让暗族毁了人族吗？有何不可？可你也是人呐！如果可以，我不愿为人。你早就知道我们已经怀疑你了，这么明显的陷阱，你为什么还要往里面跳？你应该很明白啊，就像你想相信我，但是你又不敢以净化宫和人族做赌注。我也一样，我也有比命更重要的东西要守护。严四可以死，我也可以死，但我们的计划不能暴露，我们的大业必须进行下去。所幸，这只是个陷阱。那位九仙阁主到底是何人？能让你们如此死心塌地？看样子，他是不打算招供了。婉婉，虽然你骗了我，但有一样是真的：这么多年，净华宫这么多世界师妹，只有你一直陪在我的身边。我不希望你受到伤害，我也不想你死。只要你把玉灵交出来，告诉我幕后之人，我现在就去求师父留你一命，好不好？事到如今，你还愿意相信我？我当然愿意相信你了。你回头吧，你想要救灵族，你可以跟我说，我们一起想办法，对不对？好，我把玉灵给你。别动！师姐，你还是太天真了。婉婉，你疯了！走。高俊美，你这是一个傻子。这些年来，你以为大家对你的恭敬，是因为喜欢你、敬重你吗？不过是因为你的身份罢了。我跟他们也没有什么区别，我也很讨厌你。还有那个素凝针，
他处处控制你，你都不知道反抗。像你这样的人还想着帮我，你不止天真，还很愚蠢。你说够了吗？说够了。所以我们以后各走各路吧。普普通通当个修士，普普通通的过日子，一直陪在师姐身边，看着师姐成为最厉害的人族女修，看师姐站上人族之巅。他该死。搜。没关系，你不敢做的，师父替你做。怎么了？似乎太顺利了。顺利还不好。谢少城主，此次多谢几位出手相助，此情镜花宫定会铭记。公主客气。也诚邀几位今夜做客镜花宫，好让我一尽地主之谊。谢少城主可莫要推辞。既是公主邀请，自当赴宴。如此甚好，我这便回宫安排。你确定你们是仙盟？这素宁真瞧着，怎么比桑琪还阴冷啊？别乱说话。你怎么瞧着心情不太好？是因为崔婉婉的话？我原以为你只站在人族那边，没想到你也同情灵族啊。那你当时为什么非拦着我杀高秋明？我观对错，无关族类。高秋明错不至死，你要杀他，我自然要拦。那也就是说，如果我更占理的话，你也会站我这边了？你除外。凭什么？你站的理，大多都是歪理。歪理怎么了？歪理也是理啊。此次铲除内奸，寻回谕令，多谢几位相助，我敬几位一杯。我不饮酒，以茶相待。也好，请，请。此番谢少城主在暗域遇险，镜花宫后知后觉，未能及时相救，反倒要你带伤来助，实在惭愧。苏公主言重了。只不过谢少城主与南庄主今日午后来见，为何不先告诉我？所谓的速网阵，只是你们的诱敌之计。难不成二位是信不过我？怎么会呢？只是这镜花宫人多眼杂，既是诱敌，自然越少人知道越好。说起来，我们也是布好局之后，才告知少公主的。师父，我觉得并不是所有的灵族都是……好了，今日宴请就不聊那些不开心的了。镜花宫中有自酿的酒，以稀有的灵花为饮。除了谢少城主外，几位正好尝尝。我已命人去取，一会儿便会送来。
请。你在干什么？在西，怎么是他送来？摄魂骨，谢月辰，在西长老，别碰它，会传人。传说中的暗域邪骨，为何会出现在这儿？暗域邪骨。师傅，在西，怎么是他送来？摄魂骨，传说中的暗域邪骨，为何会出现在这儿？师傅，师傅！雪晨，快走，快走！公主怎么会突然中蛊？也许她早就中蛊了，只是因为她修为高深，所以到现在才发作。你灵力恢复了几成？不足4成。南虚月，摄魂骨能持续多久？3个时辰，3个时辰之后便会失效。你们先走。他们都走，我陪你。这里是净化宫，无论如何我都不能走。谁都走不了了。不能杀，他们还活着。不能杀还怎么打？他们不知道疼，也不知道累，会耗死我们的。这腰疼，公子。你想干什么？你又不让我杀人，只好这样了。对付邪骨，只能用魔功，以毒攻毒。够了，停下！你还知道关心我？停下！师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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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醒醒！师傅！现在才是够了。穆雪梨，师傅，穆雪梨，
如何？穆姑娘之前可有受过伤？什么意思？照脉象来看，她是旧伤未愈，方才又以血为阵，才导致的魔气易散。说真是伤上加伤。怎么了？她灵窍破损。是，他跟我说过。灵窍破损，也就说明他无法像寻常灵族一样修炼灵力，也无法结出灵丹，只能引魔气入体，修习魔功。可不论是魔气易散，还是魔气入体，对于一个灵族来说，都是生不如死的畸形。你精通医术，可有什么办法能助他恢复？许愿。我对魔功也不大了解，只能先去净化宫药库，看看有没有他可用的药。嗯。穆姑娘之前可有受过伤？她是旧伤未愈，方才又以血为阵，才导致魔气易散。小心！说真是伤上加伤。东阳，你知道怕是种什么感觉吗？怕？嗯。公子为何突然这么问？我方才好像就怕他就那样死了。我不确定的是不是怕，我只知道我不想他死。你与他相处的时间并不多，为何这么在意这位故人？说不真切，就是一种感觉，就仿佛一切都本应该如此。你说，他会是我要找的梦中人吗？他时常出现在我的梦里，可我始终看不清他的脸，也看不清那梦中之地，那种感觉很相似。穆玄灵，会是他吗？既然不确定，那就再多花些时间，去看明白，他究竟是不是。玄灵。师父，过来，该练功了。想要力量吗？想要复仇吗？感受魔气。将它纳入体内，不要排斥它。记住，魔气是力量的源泉。人会背叛，感情会背叛，你能依靠的只有力量。师父，为什么我们的修行这么痛苦？
因为我们生来有罪。穆雪玲，穆雪玲，有这么多可气的？你看你自己可能看习惯了，我看你可是新鲜的很。怎么，你好奇我是怎么写你的？要看吗？并不好奇。面对我的体贴，竟能做出强马不带人之事，很难相处。不过杀了1800暗族就敢胡吹大气，就是这班长，略显浮夸，特别大一片，特别醒目，健忘。他竟然把我困在这阵法里，气死我了！谢雪晨，你混蛋！今日，他同我一起赏月。当然，准确来说，是我非要同他一起赏月。其实月亮不圆也不亮，没什么好看的。但他一个人站在那里，瞧着很是孤寡。我就勉为其难陪他说说话吧。我跟他聊起了暗喻，他对我曾经的生活未做评价，也没有跟我提起他的生活。有时候我觉得，我就像暗域里的血月，而他，像人间那轮忽远忽近的明月，各有自己的位置，不曾交汇。但如果可以，我想让他知道，其实活着，也能不那么孤独。谢少宗主，我刚才可是替你挡了一剑呢，就算是幻境里的剑，挨一下也是很疼的。你怎么也不关心关心我？不如你把玉影刚刚化成的那颗魔丹让我吃了，我也好增强功力啊。穆雪玲，穆雪玲，你醒了。谢雪晨，你哪里不舒服？我身上疼，好疼。
好疼，我心口好疼，我手脚也疼，好疼。这衣服，就连这衣服碰在我身上也跟刀割一样。你运功吸收魔气，就不会疼了。谢学真，我是不是中蛊了？为什么我会这么难受？你没有中蛊，你只是吃了玉隐的魔丹，现在魔气重新入体，需要你运功解难。玉隐的魔丹。好，那我试试。请随我缘起世间的花火，我心田因你放若桃花千朵，你经过山长水阔人谈笑自若，只因倾向我，只因你如昨芳华灼灼。请随我跃进世间的花火，我心田因你放若桃花千朵，你经过山长水阔人谈笑自若，只因倾向我，只因勿扰，无气，无念，冷静，忘记。谢雪晨，你干嘛呢？高修士，有何要事啊？哦，穆玄灵的魔功破了摄魂蛊，残留在大家身上的魔气，我也用琉璃明心丹清除了，明天大家就能醒过来。我来是想听你告诉我，穆玄灵究竟是怎么回事儿？没错，他是灵祖，因灵窍破损，迫于无奈修习魔功。那日在驿站与你相斗的，就是我和他，只是用法器遮掩了面容罢了。我就说他的腰疼怎么那么眼熟，你们俩骗了我这么久，他那日可是要杀了我。那日之事的确只是误会，况且论起因，也是你误抓秀宝鼠，动手伤人在先。这2日你应该看得很清楚，穆玄灵他没有恶意。你现在竟然都帮灵祖说话了？高修士不也一样吗？你如今对灵祖也能手下留情。我才没有手下留情呢，我才不会呢。你明知穆玄灵修炼魔功，又知他身体虚弱，你如果真想对付他，大可直接传剑灵司来抓他，又怎么可能让他安安稳稳的在杏花宫休养，还先来向我问明事情的缘由？我是不想旁人说我是非不分。再说了，你现在如此信他，就不怕他反咬你一口吗？高修士是在说穆玄灵，还是崔婉婉？我相信高修士应该不会将穆玄灵之事告诉苏公主吧？我的嘴巴没有那么大，你的人你自己管好就是。南庄主，你来的正好。我想问一下，噬魂蛊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为何大家都会染上？啊，是古籍中记载的一种邪法。施蛊者需取暗玉邪蛊，以自身鲜血喂养，待养成之后，将其磨碎，涂在器物之上。接触过此器物的人，在施蛊者死后，便会成为他的傀儡，会忘记一切，只会记得完成施蛊者的遗志，且一传十，十传百。什么器物这么隐蔽，连我师父都发现不了？没发现未必是藏得隐蔽，也有可能是露得很明显。
明显到让人不会去怀疑。什么意思？是崔婉婉。他知道苏网镇可能是个局，他便以自身性命为赌注前去破坏，且留了后手。他在谕令上下了摄魂蛊，若他赌赢了，便可以破坏阵法，毁掉灵丹，守住他身后的秘密；若他赌输了，他会死，但也会启动摄魂蛊。这样，自然会有人替他来杀谢雪晨。可他想要的是毁了人族，保护灵族，为何要杀谢雪晨？怀璧其罪。雪晨身怀玉阙宫，乃人族至强，也是仙盟未来的倚仗。想毁人族，当然要先毁了人族的希望了。他为了完成任务，连自己的死都可以利用，这得有多狠？二位，我有些累了，就先告辞了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我是寻得一法，或可缓解穆姑娘身上的疼痛。走吧，去给她试试。不用去了，她已经好了。好了？也许是她修为比较深厚吧，反正她已经睡了，还是别去比较好。你应该知道，你不太擅长说谎。骗你干嘛？她真睡了。我说的不是穆姑娘。曾经千杯不醉的谢少城主，如今竟说的一句不饮酒。你这谎说的也太明目张胆了吧？谢雪晨啊，谢雪晨，你也不想想，玉影为什么叫玉影？她的魔丹你也敢随便喂？这可不算我轻薄你啊！竟然还敢下蛊！好个崔婉婉，就这么让她死了，真是便宜她了。早知她如此阴毒，就该将她碎尸万段。师父，崔婉婉已经死了，镜花宫之乱也已经平息，你没必要因为她气坏了自己的身子。师父只是气旁人，你不必害怕。但是秋明啊，经此一事，你更该看清楚，在这世上，能相信的人和事少之又少，你最终能依靠的只有自己。所以你必须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，更无弱点。明白吗？明白。昨夜之事，我虽记不太清，但也有片刻印象。谢雪晨的灵力尚未恢复，傀儡之乱闹得那么凶，仅凭你们5人，就能平息整场乱局。谢雪晨虽然灵力还没有恢复，但他观察入微，找到了傀儡的破绽。再加上南虚月的法阵是天下一绝，他2人配合，自然是能破除邪蛊的。
此番成了雍雪城和玉秀山庄的情，不知何时要相还。这种不定之事，真是令人难安啊！仙盟同气连枝，守望相助，定是不会刻意讨这些人情的。同气连枝，守望相助，你当真如此以为？听闻仙盟修士卯出晨起，谢少宗主今日似乎起晚了些，难不成是因为想着什么人什么事，反复回味，夜不能寐，所以起晚了？休要胡言乱语。是我胡言乱语，还是有人昨夜趁人之危，胡作非为，坏人清白啊？昨夜是你自己先。我怎样？丹药是你喂的，我怎知你是无心还是故意？说不定有的人口是心非，嘴上说着不要，心里却……我只是为了救你。你这是承认了，你就是关心我啊！甚至关心到要去偷看我的小册子，我早说给你看了吗？你偏偏要偷看，难不成是觉得偷的更刺激啊？谁说我偷看了？我昨夜将它放在你的枕边，你醒来之后便会看到，便能想到我看了。哦，所以我没有隐瞒，不算偷看。谢雪晨，你觉不觉得这很诡辩啊？你这人就是嘴硬。哦，不对，你的嘴硬不硬，我最清楚。其实呢，还挺软的。原来能躲开，那为什么昨晚不躲？你能不能别躲了？亲一个。哟，穆姑娘，昨夜耗损甚多，这么早便醒了，可有好些？多亏谢少宗主昨夜相助，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。这不，我特意来谢谢他。仙盟事迹，在金花宫逗留已是耽搁，还是尽快回云秀山庄，以传送阵回雍雪城。来这之前，我便已经吩咐下去，让人准备阵法所需材料。赶紧走，去与素公主辞行。他走这么快干什么？我又不会吃了他。等等我。喂。苏公主，沁花宫之事已平息，雍雪城另有要事，特来向公主辞行。既有要事，我便不多留几位了。只是少城主的灵力尚未恢复，不如我派沁花宫的弟子相随护送。云秀山庄会相助谢少城主，公主可以放心。况且沁花宫刚经历一战，需休养生息才是，不劳烦公主了。秋明，替我送送几位。是。告辞。各位，请。高修士送到这里便可。穆玄灵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是看在谢雪晨的面子上，才没有将你的事情告诉我师傅的。你以后可要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做人啊，这可有点难度。你不要再给我耍嘴皮子了！我要是再看到你作恶，我就把你抓到剑灵司去。多谢少公主宽容。那作为回报呢，我也不会把你错抓秀宝鼠
强抢小孩子宝物，还打不过我的事情告诉别人。这么多人在呢，你就不能小声点？你怎么这怎样？哦，我看既然二位有意谈和，没有这个意思。是啊。那也不该在此时此地吵吵闹闹的。有要事在身，莫要纠缠。慢走不送。你对高秋明的敌意，究竟从何而来？难道你与他有旧怨？你这么健忘，我跟你说了，你也不记得。我健忘吗？阿宝，这件怎么样？珠海金石的宝器不对，没有300年，最多只有70年。才70年啊！你看嘛，这成色瞧着颇为古老了。阿宝，你要不再仔细修修？行了，阿宝可是秀宝鼠，对宝器最是敏感，修个年份怎么可能有错？阿宝，你先休息休息，若是还有什么想吃的，尽管告诉我们。阿宝，你要不先吃点点心吧？好。姐姐，阿宝，才3日没见，有这么夸张吗？早知道啊，就该带你去见见高秋明。那还是不必了。谢哥哥，南庄主，菲儿姐姐，庄主，布阵材料准备如何？材料皆已备好，正在炼化之中，午后便能完成。午后？那看来，你还要再等上半日啊。不如先回房休息，待你养足精神，材料也就炼化好了。许月，费心了，快去歇会儿吧。回了雍雪城，危机四伏，回去之后可有你忙的。谢雪晨，何事？我就说你健忘吧，你还欠我一个答复呢。那我再问你一次，我跟你一起回雍雪城，好不好？穆玄礼，有个问题，我希望你认真回答我。好。你是真的想弃暗投明，重新开始吗？别动。你不是想听我的真心话吗？你是不是觉得我说话向来真真假假，看不真切？谢雪晨，我并非生来如此，我也有过很真诚待人的时候。你相信吗？可是，在暗域，光靠真诚善良是活不下去的。暗域没有怜悯，只尊强者。我只有一路厮杀，全副伪装，才能活下来。活下来，才能去见我想见的人，还我该还的恩。我现在很认真地回答你，我不想再回暗域，我想活在阳光下，
愿意带我走吗？你的脾性与雍雪城并不相合，所以到了雍雪城，你要从最初级的外门弟子做起，修身养性，重新来过。他不许再用蘑菇。他更不许纠缠我。他这个有点为难。好吧，我会努力克制的。嗯。姐姐，你真的答应哥哥了吗？为什么跑来偷听？姐姐，蜀瑞嘛，你真的以后不再纠缠哥哥啊？那显然是不能啊。那你又骗人！我哪儿骗人了？我说我努力克制嘛，但能不能克制得住就不好说了。哥哥遇上你，迟早会被带坏了。我会对他负责的。公子不打算将故人留下吗？他也做了决定，留不下的。不论是从前，还是现在，都留不下。那么一大盘的糖果，却只换了这么一点点的喜欢，还真是个吝啬的小姑娘呢。父亲，方才你在和谁说话？啊，一个小灵奴。高盟主不愿接受混沌珠，其实恢复不了石窍也无妨，我还能做很多事，比如我可以为我们玉秀山庄做防御。你在说无妨？你知不知道，天生石窍，何等的实力，何等的荣耀！云秀山庄衰微，为父多么希望你能够重振山庄，可你看看你，如今俨然成了一个废人，怎么敢跟我说无妨？哼！高风雪不会借混沌珠，走吧。父亲，那我可以带走刚刚那个小灵奴吗？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毁了三窍，你就是个废人，一个没有用的人。你凭什么去和仙盟盟主提要人？你，哎！那年午后匆匆一面，于他而言，我只是个最普通的过客罢了。从前带不走，如今留不下，不在恰当的时机，一切便都是错的。那公子打算止步于此？止步？
我还未曾探清他是否是我那梦中之人。他不留下，我便陪他一起走，又如何？好了，阵法成了，只需10息便能到鹰血城。入阵吧。别忘了你答应过我的事儿啊！我保证，到了鹰血城之后，绝对不给姐姐惹事儿。如果我嗅到了暗族的气息，立马告诉姐姐。嗯。怎么回事？有人逆转了法阵，改送为杀。风瑶，公子，法阵要崩毁了！没事吧？无妨，没事。所幸是你今日已恢复了6成灵力，否则我们方才都得死在这里。鹰秀山庄并无人入侵，到底是如何动的手脚？应是这起阵材料出了问题。传送阵材料本就稀缺，有一部分是由庄外寻回，想来定是有人提前在材料中设下杀咒。都怪我没能及时嗅出杀咒的气息。这不怪你。杀阵本就隐蔽，难以发现，加之起阵还要炼化材料，它就会变得更隐蔽，肯定更难发现了呀。你才多大？要是连杀阵都能嗅出，就不用到处吸宝器修炼了。我们都在呢，还轮不到你自责。这一切都在桑启和九仙阁的计划之中。或许从净化宫开始，就是个一石二鸟的局。你是说，净化宫出事，一是为了盗取玉令，二是为了声东击西，好让他们有机会对传送阵动手脚？你最是精通阵法，若你在，很容易发现材料出了问题，所以他们故意闹出大动静，将你也一并引开。也对，南庄主研修出传送阵一事不是秘密。你从暗域出来之后，没有直接回雍雪城，而是选择来运秀山庄。他们应该已经猜到你灵力尚未恢复，想要借传送阵回雍雪城，还真是环环相扣，步步杀招。眼下我更担心雍雪城的情况，不知他们会如何出手。纸雁发出已有几日，谢盟主定已收到消息，你也不必过于忧心。如今材料已毁，若要再次寻起，需要多久？这恐还需10天半月吧。那还有没有别的办法，能尽快回雍雪城？倒是
还有一物。浮云空舟，没错，这是旧日碧霄宫少公主傅兰生打赌输给我的，已经好多年没用过了。传送阵呢，时息便可抵达，它就要耗时多一些，所以一开始并未考虑。只是眼下这情况，用它代步，总比御剑和骑马强吧。就这么艘小舟，怎么载人啊？舟要遇水而行。现在我们便可上路了。怎么上啊？这碧霄宫确实有钱。你们雍雪城财力怎么样？你把我从暗狱绑出来，我可没带什么钱。做雍雪城弟子有没有津贴啊？给你句忠告，到了雍雪城，还是多听少说为好。要是犯了事惹了怒，我可不会帮你。你现在是这么说，方才危急关头也不知道是谁，只有6成灵力，还是分了护盾保护我。谢雪晨，你就承认吧，你就是舍不得我死。舍不得你死，和不让你死，根本不是一回事。嘴硬。虚月，此次危机比我料想的要严重很多，你并非仙盟中人，不必继续犯险。雍雪城你别去了。现在说这样的话，也晚了。桑启与朽仙阁联手对我运秀山庄出手，毁我天才地宝，这笔账我定是要讨回来的。不然运秀山庄今后如何立足？许愿，我心中有数。既已同行至此，那便一起走下去吧。穆姑娘，介意吗？多个朋友多条路嘛，南公子同行，欢迎之至。那便好。凤瑶，守好山庄，遇事直言联络。是。时候也不早了，我们出发吧。阿宝，别颓废了，出来吧。爹爹要是知道我是这样一只没用的叔叔，会不会不要我呀？行啦，你都没见过你爹，哪来这么深的感情啊？爹爹就是爹爹，没见过也是爹爹。没见过的爹娘，也算爹娘吗？当然算了，你要劝他说爹爹。我们在天上吗？我们在去你谢哥哥家的路上，你别怕嘛，出来看看嘛，那月色可好看了。我还是等落了地再出来吧。就你这小破胆，还想跟着我啊？啊，是的，我想要学本事。穆姑娘。南庄主也来赏景啊？还是先要恭喜穆姑娘得偿所愿啊。谢谢。我还没有去过雍雪城，想必会很有意思。应该说，
因为木姑娘的到来，雍雪城会变得很有意思。所以，你也觉得谢雪城无趣，对吧？木姑娘其实是知道的，并不是她想无趣。天生识窍者，背负的东西很多，被期待的很多，被束缚的也很多，甚至有的时候连自己都分不清，这世人所敬爱的是这个人，还是仅仅是这个人身上可以守护世间的力量。南庄主是在说谢雪晨，还是在说你自己？毕竟南庄主曾经也是天生识窍之人。木姑娘果然聪慧，不过方才你也说了，那只是曾经。如今我三窍尽毁，最多也就算是个会画符的普通人罢了。堂堂运秀山庄庄主，当世法阵第一人，又决定聪明。你若只是个普通人，那让那些真正的普通人该如何自处呢？好吧，好吧，算我食言了。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接，还请南庄主见谅。我只是觉得，一个能从绝境中杀出一条新路，重新立于顶峰之人，并不需要那种廉价的安慰与同情。我不想，更没资格展示什么自以为是的善良。那种怜悯，是对你的看轻。我想你不会认同，更不会高兴。木姑娘虽是灵族，可看人却十分透彻。彼此吧。你也来看风景啊？雪晨，透气而已。真是没有情趣，这方面啊，你就该向南庄主多学学。到了雍雪城，你若再这般说话，恐怕是没几日就要被逐出师门。这不还没到吗？况且这种话我也只会对你说。行，那你当我没说。你答应过我什么？克制嘛。知道了。这心情一糟，连带着月色都不这么好看了。你们聊吧。木姑娘对你，还真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有时候也未必是件好事。这不好吗？你不是从一开始就想把她看清楚吗？我还有一事想问。何事？你为何答应木姑娘，要带她回雍雪城呢？曾经人灵之战旷日持久，我自小便眼见无数神灵涂炭，如今战事早已结束，但伤痕却从未弥合。时至如今，人族奴役灵族，人灵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严重，仇恨就像燃烧的热油一样，需要用无数的鲜血才能浇熄。是时候主动接纳灵族了。
就从容许灵族入门开始，而穆玄灵便是这第一个。仅此而已。不然呢？那便愿人灵和解，天下相亲。也祝你可以得偿所愿。这就是雍雪城啊，看上去也不像是什么好玩的地方。好玩？到了雍雪城，你便是外门弟子，一切要按规矩行事。雍雪城戒律森严，绝不会姑息门中弟子，便是我也不例外。当然，我一向都是奉公守法，最听话的，你知道的。雍雪城是个和镜花宫截然不同的地方，想来穆姑娘很快会体会到这一点。有什么不同啊？仙盟五派处事各不相同，镜花宫生机盎然，但对灵族苛刻无情。至于这雍雪城，就像你看到这样，万里覆雪，凌驾于寒峭绝壁之上，洁白无瑕，亦容不得一丝误会。果然，雍雪城城主就是这样一位杀伐果决、铁面无私的人。不过没关系，如果他凶我的话，我相信谢少城主也一定会保护我的，对吗？二位长老，别来无恙。南庄主，多年不见，风采更胜往日。苍长老受笑了。少城主，这位是？这位是穆玄灵，从今日起，便是我雍雪城弟子了。啊？自然是先从外门弟子做起，新弟子皆由苍长老管理。苍长老，我不是跟你学吗？少城主，此事甚为突然，他的事之后再细说。我要立刻面见盟主。盟主今夜便会出关，还请少城主稍事休息。盟主还在闭关？对，自你离开以后，盟主就没有出过关。你又超过归期未回，我们甚为担心。本想禀告盟主去两阶山寻你，可奈何他修炼，怕到了关键之时，又怕打扰他，怕他走火入魔，所以我们只好等待。我曾以纸砚传信给他，他也没有任何提起，没做任何安排吗？信件？未曾。这信中可有说起什么？盟主，谢雪尘求见。血，是血的气息。盟主。
世了，盟主。这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此乃雍雪城，是我们自己的地方，盟主怎么会？盟主法相境界，有千格外拥有弟子巡守，怎会被刺身亡而无一人知晓？这究竟是何人所为？是我都没保护好盟主，都怪我。怪我为什么不早进来看他一眼？查，必须要查出凶手是谁！盟主，香气联合仙盟内奸意图夺主，万望小心，我会早日归去。二位长老，盟主身故，雍雪盟臣实有大位。然二位长老乃雍雪城宗门柱石，不能夸大。此非自责之事，亦非推搪之事，还请二位长老封锁雍雪城，代为传丧。其余诸事，雪臣自有安排。是。这纸烟未被打开，却染上了血。看来城主是在纸烟飞到前不久被杀害的。凶手是为这掌门谕令而来，他真没是假的。剑修无论何时都不能扔下自己的剑。你做到了。烟头，在。父皇盟主的遗体。是。你要去哪儿？他去查看混沌珠了。看来净华宫一事，不是一石二鸟，而是一箭三雕。对方的目标，不止在净华宫，不止在杀谢雪尘，更在雍雪城。他们在传送阵里设下杀咒，也是为了摧毁阵法，拖延雪尘回城的时间，以便于他们杀盟主、夺谕令。而最终的目标，是为了混沌珠。救得了净华城，
却救不了自己的父亲，他心里该有多自责？这是无解的局。从回雍雪城起，他就没有休息过片刻，总是借着诸事麻痹自己。再这样下去，他会垮的。他知道谢盟主心中的期待：混沌珠、雍雪城、人族、苍生，每一样都被排在丧父之痛的前面。他只能这么做。可他就没有为自己想过吗？南庄主，你认识他多年，他一直都是这样吗？说起来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因为都是天生石窍，我与他总被拿出来相提并论。可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们从未谋面。直到有一次，万仙镇出现了一道裂隙，有很多暗族流窜，为祸人界。我与雪尘同被派到两界山阻拦暗族。那是我们第一次相见。那时的他与现在有很大不同。雪中剑刺破一夜，不负天命的书写。你的思念，离开日月，总是天下的志愿，人生生不不歇。这一场轮回下，让君者一世化白雪。愚蠢！暗族会一次次复活，你们现在做的事情毫无意义。杀的比复活的快不就行了？血出剑刺破一夜，不负天命的世界。小心！我算得过。原来你就是那个能捕会算的，不如我们比一比。一个。比你多一个。你怎么样？受得住吗？无碍，我早知道自己不会殒命于此。常听人说起你，有兴趣去雍雪城一游吗？原来谢雪城还有这么争强好胜的时候。谢盟主一直待他甚严，可他那时少年意气，总是不服管。他总想着用自己的方式活出自己的道。我也本以为他可以那样痛快地过一生，可直到10年前，他突然去了明月山庄，又突然上了问雪崖闭关。待再见时，他的性情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或者说，就像换了一个人。他变得清冷、克制、疏离。我不知道他究竟发生了什么，但他终是变成了谢盟主心中所期望的那个样子。
10年了，你进步了很多，比我强了。盟主，如今外仙阵有缺，你去将它补好吧。遵命。等你回来了，等你回来再说吧。修道者不能有情当以身奉道，难道你忘记了？济世救人，以苍生为念，这是你的道心吗？若是如此，那更要断情绝爱。你若有了偏爱，那如何以大爱去包容众生？你不该偏爱世间一人一物，包括你自己。等你回来了，等你回来再说吧。大晚上的，跑到这问雪崖上来练剑，就不怕闹出雪崩，淹了整座雍雪城啊？你来干什么？走。你心里难过，连带着我这手环闪啊闪的，我怎么睡啊？我让你走。谢雪晨，被人看到脆弱，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儿。你若想看，我现在就可以哭给你看。走。我不需要你的安慰。谢雪晨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压抑自己呢？就因为你父亲说，修道者不能有情。当日在玉隐的贪欲牢笼，我看到了你小时候。你父亲认为，无情才不会偏私，才能成就大爱。我不敢说他一定错，但我认为，大道无情，修道却应该有情。如果一个人连小爱都不曾懂得，如果心里只剩荒芜和冷漠，那如何能明白世间万物存在的真正意义？又如何能做到爱及众生呢？只因为你天生识窍，亘古罕见，你父亲便将这视作你的宿命。但谢雪晨，其实没有人可以框定你的未来。人有七情六欲，喜怒哀乐，一定有它的道理。我是灵祖，我都有感情。你是人，怎么会没有呢？有感情，就一定要释放出来，表达出来。强行压在心里是会生毛病的。谢雪晨，你和大家一样，都是血肉之躯。你已经做得够好了。好。曾经我一直不愿听他的话，多有违逆，终是犯下大错，无法挽回。现如今，我以为我已经做到了无情无爱，但原来他的要求我根本就做不到。问雪崖道别那日，我真的很想唤他一声父亲，但最终没有勇气开口。我就是这般犹豫，这般怯懦。父亲想说的话，我再也听不到了。
如果谢盟主还在，他一定想这样跟你说。雪晨啊，这么多年，父亲一直待你很严苛，但其实父亲一直都知道你有多不容易。从你出生起，我便用苍生宿命的责任束缚着你。为了逼你断情，甚至毁你所爱，断你羽翼，囚你于这方寸牢笼之中。而这一切，只是为了应对将来可能有一日你会面对的困境。父亲也常常在想，是否是我太过由天自扰？也许断情并非唯一的方式，若没有我的强迫，你本该活得自由灿烂，海阔天空。父亲，断情去爱，说来轻松，但世间又有几人能做到？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，我是否也不该逼你？雪晨啊，父亲老了，终有今日，总有一日会离开。也许父亲的道也已经老旧了，未来是属于你们年轻一辈的。去走你自己的道吧。父亲相信你，你会用自己的方式承担起责任，守护好你该守护的一切。雪晨，其实父亲也很怯懦。有句话一直想告诉你。父亲很爱你，很爱你。这就对了嘛，发泄出来是不是好多了？你放心吧，我不会告诉别人的。谢谢。今日是我入门的第一天，苍长老安排我住在弟子寝庐，回去晚了是要被记过的。
明天就是盟主的丧仪，你早些休息。南庄主，多谢你带我来这里，否则我还找不到他呢。你不过去安慰安慰他吗？不用了，当年我父亲丧仪时，他也是这么远远的陪着，他与我心中都明白。是我忘了，南庄主也是经历过父亲离世的，听闻你父亲是被灵族所害。可有抓到凶手为他报仇吗？该死的人都死了，该报的仇也报了。那就好。我送姑娘回寝楼吧。穆姑娘有多喜欢谢雪晨？怎么突然这么问？只是在想，你为何那么喜欢他？或许你在更早以前就认识他。你的反应告诉我答案了。我一直在想，为什么你看他的眼神里会有怀念和悲伤，而不仅仅是喜欢和仰慕。穆姑娘的眼睛里藏着很多事情，只是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南庄主太聪明了，我无所遁形。只是他已经不记得了，你为何不告诉他？原来是想告诉的，但渐渐又觉得他心里的苦够多了。我与他的相识，于他而言，着实算不上愉快。大哥哥，他不需要记得，我欠他的，我记得就好了。是吗？那我呢？你还记得我吗？你的反应也告诉我答案了。虽然你的模样变了，可我还是能从你的身上感受到熟悉的气息和眼神。我那时不知道你的名字，却记得你的脚上有一个锁灵环，而脸上有金色的纹印。那时我刚失三窍，父亲带我去明月山庄借混沌珠。所有人看我的眼神都是充满了同情，可唯独你看透了我。你知道我不需要被怜悯，你视我如常人，你向我承诺，我给你糖果，而你会给我一点点喜欢。我来做你的朋友，好不好？我听人说，喜欢很宝贵。你把你的糖分一点点给我，我把我的一点点喜欢分给你，好不好？你是那个公子？说来惭愧，那不过是……所以你是打算食言了？你不愿兑现我那一点点喜欢？
方才只是玩笑之语。南公子如今阴霾尽扫，万众瞩目，已经有许多人喜欢了，想必也不差我这一点吧。穆姑娘赖账的借口，说的倒是挺漂亮的。那算我欠你的好了，来日找机会一定还上。不过，你为何选择在这个时候与我相认呢？方才是你说的呀，有些事一直压在心里是会生毛病的。穆姑娘，我还是有些好奇，你本在明月山庄，为何去了暗域？还有，你和雪尘之间有些秘密能说，有些秘密却分享不得。南庄主通透，应该能理解吧？无妨，走吧，故人。问血崖上的谢家人，要做这变化无常的世间唯一不变的旗帜。只要我们不曾改变，抬头望向问血崖的凡尘俗世，便也会流转不休。我赠你万仞，是想将天下安危托付于你。万仞和玉令，皆代表信任。父亲相信，你一定能做得比我好。父亲，我会找到自己的道，不负你的期望。恭送盟主。恭送盟主。雍雪城屹立仙盟1000年，依靠的并非少数人之勇武，而是所有同门坚不可摧的剑行。虽风雪加身，诸般艰难险阻，亦能秉持问道之心，求登临绝顶之路，百死不悔。盟主生死，未来必定风雨飘摇，更需诸位一剑在刀，抵挡无悔。丧一毕，万事复始。
前路悠长，当一如既往，问道、问剑、问刑，铭记正气一句，不可轻者。是，城主。阁主要回复了吗？他何时安排我们出城？阁主回复，希望长老留在城中，万无轻举妄动。雪晨是个聪明的孩子，如果再不走的话，恐怕真就来不及了。于长老，于长老。 城主，请坐。请。城主到访，不知有何要事？于长老是否还记得，你我在10年前有一盘残棋还未下完？如果你不提的话，我几乎都忘记了。我记得那日你缠着我，非要与我下棋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当时我还是个圣士呢。棋还没下完。 输赢又怎能轻易判定呢？不如今日，你我就把这盘棋下完，如何？好啊。雪晨，看来这10年，你的棋一点长进也没有啊。说起来，这盘棋也下了10年了。 于长老，你还真是厉害啊！对我从不心慈手软。雪晨如此看重输赢，想必定是在这盘棋上下了赌注吧？不错，是有赌注。哦，可否说来听听？要是我赢了，你告诉我修仙阁主所在；要是我输了，我把掌门谕令给你。 他现在灵力残缺，上！你的灵力恢复了。到达雍雪城前，便已完全恢复。于长老执掌雍雪城刑律，应当最清楚。 勾结修仙阁，谋害盟主，祸乱人界是什么罪？于长老应该很清楚，我在，你逃不出这个门的。还是与我下完这盘棋吧，有始也该有终。因何背叛？
你可还记得，万仙阵曾经裂过，我曾带领众弟子抵御暗族侵袭，你和南巡月赶来救援。那一日，跟着我的弟子有210人，无一生还。我永远都忘记不了他们的冤情。对于你们来说，诛杀暗族是那样的轻而易举，但是对于我们，他们却是强得可怕呀！修仙阁势力庞大，阁主实力深不可测，他找上了我，要我相助。我不想死，所以只能择主而起呀。仅仅是因为怕死，仅仅。好一个仅仅！这就是你与我们的不同。死对于你来说是一件平常且无谓的事情，但是对于我们，活着才是内心所求。修仙阁主想要什么？天下太平。天下太平，以盟主，以你我，以所有人的血为代价，是吗？你们要的不是天下太平，你也只是屈服于自己的恐惧罢了。是谁杀了盟主？我不知道。那一夜，我接到修仙阁的传信，要我引开盟主闭关处的守卫弟子，我找错了。将弟子支走。于长老，赤用仙阁无人防守。盟主即将出关，尔等随我去准备一下。必将盟主完全暴露在敌人眼前，是，令他毫无防备地被人杀害。你还做了什么？我在外面下了隔音结界，使里面的动静无法传出，阻断了盟主呼救的可能。后来再发生了什么，我并不知晓。修仙阁主现在何处？修仙阁主行踪隐秘，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。我与他传信，也非当面。雪晨，这盘棋局对你我来说，谁输谁赢，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灵族、暗族、修仙阁已经结盟，你即使能力再强，仅凭你一己之力，能护得住天下人吗？你非要，你非要赶尽杀绝吗？输赢真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已经做出了选择，而我只想和昔日一起并肩作战过的人下完最后一盘棋。
也许你说的对，是我不够好，是我无法保护好所有人。若我能早些察觉到你的恐惧，也许你就不至于走到这步田地了。雪晨，安装已经肃静。好，接下来就交给我处理吧。桑启和朽仙阁不会就此停止动作。各派到达之后，必起波折。从今夜起，加强雍雪城结界，无论进出，皆要监控。是。哎，城主，我还有一事。那个新入门的弟子，我与他在两界山相遇。我回尘之路坎坷，险象环生，他不曾想起。现如今他有心问道，只是性子跳脱了一些，还请苍长老耐心教导。谢雪晨，你被我抓到了吧？身为雍雪城的城主，竟然杀了人族。我从没说过我不杀人族。世间法度，行凶者赎罪，杀人者偿命。我不枉杀，亦不姑息。那对灵族呢？一视同仁。可你们的剑灵司不这么想，有罪的人族在逍遥，无罪的灵族却在受苦。也不能一概而论，但是我会想办法改变的。怎么改变？从你好好做人开始。你这话怎么像在骂人啊？好好做雍雪城弟子，让大家知道，灵族不全是残暴嗜杀。那你可误会我了，我恰恰是残暴嗜杀的代表。我的好脾气，可只对你一个人，除非你许我些奖励。你想要什么奖励？你说呢？妄想。从明日起，给我去承启堂上课。犯一次错，记一次过，记过10次，逐出雍雪城。也就是你，敢对我这么说话。要是别人，我一定让他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本以为入了雍雪城就能和谢雪晨多些相处，没想到还真要每天上课。穆玄灵，与大伙说说，你为何要拜入我雍雪城门下？我从小被我爹收养，他身体不太好，脾气也不太好，每天就是一副死人模样。我们那儿寸草不生，比较贫瘠，只能靠打打杀杀为生。我爹为了让我更好的替他卖命，还将我扔进匪窝里，使尽各种手段逼迫我变强。幸得谢城主救我于水火。那然后呢？所以为了报恩，
我就在这里了。也好。仙盟五派，玄天门的严胄专治暗族，镜花宫的灵花灵草都是天下一绝。碧霄宫精研法器，灵居岛崇尚自然之力，而我雍雪城精修剑道。你说你受人指点过，现下让我看看你的修为和根基如何吧。不能让他们发现我是灵祖，万一赶我出城就惨了。我还没有剑呢，不方便展示。无妨，心中有便可。仙盟修道，论有所成：出金丹，中元婴，上法相。法相之境，乃所有修士心中所求。为修者，道之显现，心之显现，或法之显现。此处乃雍雪城灵气最为充沛之地，有助于你们修炼法相入门的第一步，使心中所思所想出形画像。所以，大家需勤加修炼，打好根基。打坐修心难，但无需门槛，只需摒弃杂念，在心中默想某事某物，使之在眼前画出具象。试试吧。我这个具象是不是还挺强大？很帅。你们要知道，法力强弱不在于法相本身，是在于修道者自身实力。所以你们得勤加修炼，不得懈怠。我希望自今日起，你好好督促自己，不得胡闹，从此不许再做出对城主不敬之事。今日就到此为止吧，散了。谢长老。穆玄灵，长老还有何吩咐啊？你入门匆忙，我忘了告诉你，雍雪城的新弟子，除了清明、中秋、除夕能修木以外，每日需卯时晨起修习，直到晌午，午后根据指派做出一些诸如清洁、打扫、耕种、值守之类的活计。今日轮到你打扫了。能用法术打扫吗？这个时候长老应该说不行，然后我说弟子开玩笑。那请问长老，弟子今天打扫哪里啊？你看起来有点烦躁，做了城主之后，是不是要操心的事儿更多了？这是我的。就这么渴？我今天扫了13处院子，外加1处茅厕。幸好，最后1处是你这里。那你为什么要先去打扫茅厕，再来我这里？这不是要完成苍长老吩咐的任务，又想跟你多待一会儿吗？我本来以为我是特别的，至少能给你打打下手，没想到。
一视同仁而已。你确定你对我能一视同仁？你洗手了吗？骗你的，我堂堂爱玉圣女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怎么可能去扫茅厕？男庄主住明雪阁，你住吹雪楼，属你俩风雅。就连这院子里的树，你这里怎么会有悬铃树？此树只在暗域生长，种子也只有暗域才有。你以前去过暗域啊？当然没去过。听长老说，这棵树很多年前就在这里生根了，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会长在这里。原来它叫玄灵，是你的名字。可惜，这树在人界是不会开花的。真想让你看看那花，特别漂亮。想来他确实一时无法适应雍雪城的生活，是我疏于安排了。我想，既然此树离开暗域也能生长，你在雍雪城也一定能找到属于你的位置。跟我来。先登堂，后入室，然后，谢谢朕，我来了。你这柄剑，喜欢吗？你这样问，我敢说不喜欢吗？昨日在剑中，见你还没有佩剑，在雍雪城休息，剑很重要。若是这柄不喜欢，看看有没有喜欢的。这些剑都和你一样，太刚直了，我很感动，但都不适合我。跟我来。去哪儿？剑种。这里的每一把佩剑，都曾是雍雪城前辈和弟子的佩剑。他们曾像友人一样追随剑修一生，最终留在剑中，如同一座座丰碑。雍雪城新入门的弟子，可以在其中挑选一把，作为自己的佩剑。所以，他们的前主人都已经承上启下，继往开来嘛。我懂。雍雪城弟子不能无剑，方才的你不喜欢，便在这里挑选一把吧。你经常带人来选剑吗？你是第一个。这么多剑，我怎么知道该选哪一把？你可以去感受剑的气息，选出与你连结最深的那一把。如途经过万年的雪落，他也一颗双眸光成河。听到了吗？心跳声。你的心跳声，
我一直都能听见。可是，是你的心跳声。谢雪晨，我觉得你在勾引我，你这样会耽误我学业的。休要胡言乱语，赶紧寻剑。请随我缘起世间的花火，我心田一里仿若昙花千朵，历经过千场水过人谈笑自若，就这把吧。只因你如昨芳华灼灼，只因倾向我，只因你我的第一把剑，我叫它什么好呢？就叫第一剑吧。恭迎尊上出关。尊上，朽仙阁传信，谢道成已死，谢雪晨继任城主，并以离火传书，仙盟5派即将齐聚雍雪城。如此大张旗鼓，看来是想反客为主。谢雪晨的灵力恢复得如何？尚未知。尊上，咱为什么非要靠那朽仙阁去查呢？这种事交给知影探清楚不就完了吗？我有别的用处，告诉朽仙阁，尽快探清谢雪晨的实力。是。尊上，探清之后，莫非您要亲自杀往雍雪城啊？不，我还在等一样东西。快了，就快了。之间找寻你的脸，若心中的泪无人发现，可否还不知疲倦？因心有所念，痴情人不必问长路多远，为爱身披风雪。